大家好，我是 Motoko。因为偶尔有双载的需求，所以这次想跟大家分享 CT25 家装的双载配件：后座脚踏、防烫盖以及后坐垫。后座脚踏我是使用 Revolution V2 2023版本。刚开始踩后踏杆退档时，常常会踩到这块 CNC， 最后只好斜踩退档，但过一阵子后也适应了。我习惯用后脚跟踩后踏杆来退档，所以基本上是不太会踩到后座乘客的脚。但若是习惯用脚尖踩后踏杆来退档的车友，可能就会踩到。或许可以用脚背勾前踏杆的方式来退档，避免踩到脚。因为偶尔才会有双载的需求，所以后座脚踏都是收起的状态。但有次使用时发现，脚踏杆和接头插销处出现了异音，所以喷了 WD-40 来消除异音。对了，停车时务必记得要将脚踏杆收起，如果没收好，它就会变身成胫骨杀手。如果又不幸踢到的話，你就會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CT25 原本的防烫盖后端其实不太烫，但是防烫盖前端还有防烫盖的螺丝会发烫。个人感觉夏天有点烫，冬天很温暖，但为了避免后座乘客担心过烫的疑虑，最后决定再加装防烫盖。防烫盖我一样是使用 Revolution， 这款防烫盖的螺丝是包覆在塑胶孔里，乘坐后的感想是不会烫脚的，但因为每个人的耐热程度不同，感受不尽相同，所以以上都是个人的感受，仅供参考哦。选择这款防烫盖的另一个原因，是因为 CT25 原本的空滤外盖贴纸有个熊爪的样式，而 Revolution 防烫盖也有熊爪的图案，相互搭配一致可爱。这款防烫盖有银、黑、红3种颜色，个人偏好黑色，也让 CT25 原本全银的防烫盖多了跳色的效果。但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防烫盖的边缘有点锐利，为了上下车时避免刮伤腿部，所以使用砂纸以及1200到1500番的研磨海绵进行研磨。研磨后，为了确保涂料与金属表面之间的附着力，所以将表面清洁干净，最后再涂上补漆笔加以防护。我是使用 HOT 补漆笔，它添加了防锈剂，可以加强防锈的效果，而小尺寸的刷头设计很适合用于细部范围的涂装。后坐垫我是使用 G-Crab， 选择这款坐垫是因为它的尺寸适当，安装容易，拆卸也不太麻烦。坐垫的尺寸宽20公分，长 26.5 公分，厚度前端为 5.5 公分，后端8公分。顺带一提， CT25 的后货架原本就开了4个 M6 的螺孔，所以在安装置物箱或是后坐垫时会方便许多。G-Crab 这款坐垫下方支架的前端有一个金属片，可以直接扣住后货架前端的孔洞，为避免骑乘时的车身震动导致两者相互碰撞伤到烤漆，所以另外用绝缘胶带以及束带包覆住金属片。而坐垫支架的后端有2个金属片锁孔，只需要2个外6角螺丝、2个滑丝，再和后货架的螺孔固定即可。同样为了避免支架和货架相互碰撞伤到烤漆，所以另外去五金行买了橡胶垫，将橡胶垫剪成支架金属片的形状，再依照金属片的锁孔位置开个小孔洞，垫在接触面作为缓冲材。最后再用较长的 M6 外6角螺丝、M6 滑丝，再和后货架的螺孔加以固定就完成了。这次组装后坐垫所使用到的工具是 Vera Tool Tray Plus， 轻巧的尺寸设计方便随身携带。因为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，所以外表变得有点沧桑，但工具本身依旧完整无缺。Vera Tool Tray Plus 工具组包含可替换的磁吸式把手、6角套筒不同颜色的标示，更可以快速的分辨规格。将套筒稍微往上搬会比较好取出。底座是使用簧片固定 ，Vera logo 的按钮往上推就可以开启 Beast 头收纳座。
将上方塑胶块往侧边推，就可以取出2分棘轮扳手。精致的做工更体现金属的质感。将塑胶块往侧边推到底，就可以取出快拆式延长杆。后面的背夹设计可以方便的固定在工作腰带上。使用到的工具有2分棘轮扳手、快拆式延长杆、2分转接头，以及10mm 套筒。G-Curve 这款后坐垫的坐感偏硬，适合短程使用。若乘坐太久，则会造成臀部不适，所以乘坐大约1小时就要稍作休息。因为 CT-5 是为单人骑乘而设计，所以没有考虑到后座的装载功能。加上 CT-5 的装载能力高，相对后货架的尺寸也较为宽大，所以后座乘客在上下车或乘坐时，碍于宽大的后货架，必须将腿部撑开，所以会稍微感到不适。但因为我只有偶尔的双载需求，所以保留了 CT-5 原本的后货架。若有长时间的双载需求，建议可以买比较大的后坐垫或双人长坐垫，或是将后货架的尺寸宽度改小，或许就可以提高后座乘坐的舒适度了。那 CT-5 的双载配件分享暂时到这边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